万没想到，竟然有人在如此隐蔽的地方隐居了几百年。在贵州的10万大山之中，无人机飞行了12公里，发现这个凹槽里竟然有一座古老的村子。我们从高空俯瞰，这里的土地还在耕种，说明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，而且非常的隐蔽。如果不是无人机，很难被发现。在古代，这里一定是一处隐居避世的好地方。那么，到底是怎样的人还居住在这样的地方？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啊，说实话，我那个车按道理它应该能进来的，但是它进来它就卸车了。哎，看来还是车不行，下次一定要买一个4驱或者是越野的，才跑得起来。还好今天出太阳了，要是下雨的话，真的是没办法。老人家，你在这晒太阳啊？看牛啊？哦，喂了几条牛啊？4条。哟，4条牛是挂起哦。喂的那个走路喂不好也瘦很。瘦吗？再这么瘦嘛，一条牛也挂个7、8千、万把块钱嘛，怪不多啊。这2年油价不好，是我家老公个人忘，这天我走车祸，哦，忘不到。哦，你们是不是下面这家？哦，我刚才碰到他出去来，回来了。哦，这2块菜特别的好，你看，拿回去煮火锅，特别好吃。它这个地方离下面那个毛路只有几公里路，不是很远啊。走在上面还是特别费劲的啊。没有走习惯山路的朋友，应该走不来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土里边，拱了好多这种小洞。这个地方应该有野猪。你看这儿拱过，这儿也拱了一个。我现在已经走了40分钟了，还没到。我们走到这个位置了，这儿有个没人住的房子，在这个狭草的最上方还有一家人。水缸、灶头，全都是这么好的木房子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，啥也没有了。还有一张床在这儿。这条路看上去应该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了。朋友们，走了接近1个小时，终于到了，就在我身后这个地方。听到有狗叫没有？有人住的哈。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大沟圈一样，下面有1、2、3、4，有5、6栋房子。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。这个路完全是没有人走的，长满了很多杂草。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洞，放了好多这种好东西啊。这个东西老值钱了，它放在这里应该拿去卖的吧。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水池，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地方饮水的地方了。有人在我们的，有人在我们的，难道没人在家？我叫了半天没有人应，按道理应该是有人的呀。看这个橘子树，几乎没有人讨来吃。我讨一个看一下甜不甜。我尝一下这个橘子，应该特别好吃吧。啊哟，好酸啊！太酸了哈！哎呦，不得了啊，这个酸。我们看一下这栋房子，这栋房子呢，可能没人住了，但是呢，经常有人过来，上面挂了很多的东西，
你看它这个地基都是用这种大石头来砌起来的，这边也是，这是它的八字。那一栋房子呢，有人住，旁边放满了很多那种瓜。你看这边这栋房子是2层的，没人住了。包括它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有房子的，你看全部塌掉了。你看它这个地方很多的瓜，到处都是。有人在没得？有人在没得？你看它这个地方还有2口这样的水缸啊，这中间刻的是个寿字，这边锁着门的啊，没人在。它这边估计也没人在，这边应该是好久没有人住了哈。你看它这个衣服挂在这个位置。应该是这栋房子有人在通电的，不知道干嘛去了哈。它这个地方呢挺宽敞的哈，下面养了有鸡啊，有鹅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关牲口的地方。你看它这边养的鸡特别多啊，养了10几只吧，都是这种黑脚的土鸡啊。你一个人住这里？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？你在上面啥子啊？砍柴啊？蜗牛。蜗牛啊？哎。养了几条？养了30条。哟，30条，那要管30万块钱哦。嘿嘿，你看他们这个水缸啊，石头打的，上面还有个喜字。住了几家人啊？你这儿？住了几家人？这里几家？啊，3、4家。3、4家，都还在住在这儿。他去，把洗走了，没得干。哦，搬走了。要我做，要给做。有狗没得？狗没得。没得啊。有狗套的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四川的。四川。哎。四川你找到路来去了？哎呦，找得到。这里还有2个水缸哈，没用了。我就回来自己家了。这个房子有人住没呢？没得。没得啊。这边也没得人住的了。没得。搬出去了。搬出去了。你家住这边是吧？哟，你这瓜儿好哦。你看这个瓜，好大个。哎，你这房子挺大的哈。立铁了。你看，还种了很多红薯，这儿全都是谷子。这个位置是个堂屋啊。哦，你们这里都烧这种地炉哈？哎。烧柴啊，平时啊？烧柴嘛。你这门口我看过，不是土是铁啊？啥些啊？啊。铁。是铁。那你哪里来水来给搞铁？下雨哇。啊？下雨。下雨。是喽。下雨啊，地哟。那要是1个月不下雨，你的铁不是干了呀？我上天去，妈，你这洞了的有水的哇？哦，就对面个洞头流水出来哦，就下雨会涨水。那人家贵姓啊？黄。姓黄啊？是喽。今年好多岁了？今年啊？60岁了。60岁啊？是喽。那还年轻。年轻的很。还年轻。有几个小呢？有5个。有5个小的啊？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是不是？一个儿子。1个儿子。4个姑娘。4个姑娘。
那你享福了哟！享福的很。 4个姑娘没人给你拿500块钱，一个月都2000块钱了，没得啊。花都花不完了。对。是的，4个姑娘全部都嫁人了。哎，哦，我这边走上，我走了快1个小时。走有人家伙计过来。哎，不好走，那个路不好走。看一下，他们这边都是用这种地炉啊。烧火。那你做饭时候也是在这做啊？煮饭？煮饭煮在那个的电饭锅的。电饭锅。炒菜啊，在这炒。啊。哦。煮饭吃啊。饭吃了的，吃过了的。咋吃啊？吃了的不煮，吃过的。啊？我在我下面吃了上来的。那些？哎，吃了上来不整。整起哇？我整不整吃了的？你还没吃呢？我吃成了。啊，那吃了就不整了。啊，我对了。不整吃了的，不用客气哈，不用客气。还是这个烧鸡暖和热和。你这全部烧柴？我在自己要烧柴，在外面吗？没烧的？没吧，这些有柴多的嘛。哦，柴多烧柴。哎。你出去要走好久啊？出去走这个个把多小时啊。你儿子还没结婚啊？有问得着。他好多岁了？20多岁。20多岁。20多岁结婚还得早。早都不早了。太早了。你至少要在25岁以后结婚，就刚刚好。哎，这个你条件不好，别那个送，穷很。条件好，不穷。像你们这个房子在以前的话，还是原来的大户人家，就是家庭比较好的。你们这里总共原来有好多户人家住在这？二几年哈。啊。二几年之前一厢房子一家完。哦，一厢房子一家。哎，四五家。4、5家人。上头那里2家。他把房子拆了，去要那个惠水的租房子。哦，他把老房子拆了，就跑到惠水去租房子去了，去买房子住去了。没得买啊，政府叫去做的。哦，就是修的安置房。是啊。哦。政府叫去做的。哦，你们有没有呀？我们有的，我不想要。哦，你不想要啊？其实住在这个地方挺好的哈。好了不好，这一边路不通啊。对，路不通。是路不通嘛。路不通嘛，但是住在这个地方空气好嘛。啊，对吧？就是路不通。吃的菜自己种。菜嘛，那个都有。对吧？还有你自己下面还自己打谷子，你还自己种大米。多好。你1年能收好多斤这个大米啊？那个有时间得多，有时间得少啊，有时间不当成啊，有时间雨水不好啊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位老人家他们家的一个客厅，然后平时做饭的话就在这儿，地炉，炒菜在这儿啊，但是煮饭的话用电饭煲煮哈。这边是个厨房哈。哎。这个厨房没有用了啊？没得。是讲这个。哦，你把空起了，没有用了。哦。我炒豆豆吃啊？不炒。成的了。不炒，你们看一下福豆。这位老人家他有60多岁了，他是两边的住，但是他是经常住在这儿啊。他儿子在外面应该修了房子，然后外面呢就从这儿搬出去的人嘛，家里有事的话他们要去帮忙，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和他的老伴儿，他们就会出去帮忙，就住在外面，可能住个7、8天就回来了。但是呢，还是经常住在这儿的哈，这儿才是他的老家。因为刚才这个老人家说啊，住在外面他没有土地，要吃怎么办呢？他还是要住回老家来。老家来的话，他下面有地，可以种稻谷，对吧？种菜，什么都有，想吃什么就种什么。就他现在养牛啊、养猪啊，都养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他们还是经常住在这儿啊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故土难离嘛，对吧？不管你走到哪里，去多远，在哪儿买房子，那么最终还是有一个叫什么呢？落叶归根的一天。你在外面的话，你想种菜，你连土都没有，你拿什么种嘛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在老家的话，想吃什么种什么，而且像这种地方，空气特别好，
而且这里种的菜它不打农药，对吧？绿色食品，想吃啥就吃啥，特别安逸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现在为止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朋友们。